普京要求停火36小时，是迎接宗教节日，还是战场需要深呼吸？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当地时间1月5日，俄罗斯总统普京指示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，自莫斯科时间1月6日12时至1月7日24时，在乌克兰全境接触线实施停火制度。他同时还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实施停火。泽连斯基呢，在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视频讲话，做出了回应，对俄方提议表示拒绝。普京解释为什么要停火，是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提出的停火建议。这样呢，信教者在1月7日东正教的圣诞节期间就可以有进行宗教活动的机会。战争历史上遇到重大节日，双方临时停火也不是没有。比如当初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都提出过在开斋节期间进行休战。一战的时候呢，1914年英国和德国之间有过圣诞节休战，1916年德国和法国还因为复活节休战过。咱们当年南疆作战最后时期，其实双方已经基本不怎么打了。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呢，在阵地上大放烟花，向对面炫耀节日气氛。对面呢不甘示弱，没有烟花就满天打夜光弹跟信号弹。对面的士兵呢买不起烟花，反正信号弹、夜光弹不用士兵自己掏钱。这次俄方要求休战，乌方拒绝。我看到有些著名媒体判断说，俄罗斯会赢得声望，被世界赞叹；泽连斯基呢会丢分。这个说法太文艺了，类似初中生读琼瑶阿姨中毒之后的幻觉。俄罗斯现在的孤立，要是能通过休战36小时就能解决。如果说乌克兰拒绝了休战，就会失去别国的支持，那么我觉得中国最强大的宣传机构可能是国务院假日办。其实在我看来，双方在这件事的态度差异可能是跟战场态势更相关。目前俄军虽然保持着战场火力优势，但是有些工作还真的需要抓紧时间。那么能够争取一段时间休战，至少能够好好的喘一口气。比如火力，前一段时间瓦格纳雇佣兵已经在社交媒体上抱怨说，巴赫穆特战场长时间连续高强度战斗，阵地上缺炮弹。这些人当的是普里戈金的兵，吃的是普里戈金的饭，所以视频里这些士兵还把普京给骂了一遍。乌方的说法呢，也部分印证了瓦格纳的抱怨。他们说，俄军炮兵每日弹药消耗量已经是最高峰的1/3。那么利用休战加紧前线弹药的补充储备，完成一线作战人的轮换修正，多少会让部队能够稍稍的喘一口气。同样道理，按说休战对乌方也是有好处的，但是乌方现在是不希望俄罗斯喘这一口气，估计是担心这口气喘好了，巴赫穆特这些方向乌军会承受太大的压力。另外呢，美国、法国又向乌克兰提供了新的援助，比如轮式反坦克歼击车和大量的俄式125毫米口径坦克炮弹。乌方也放出声说要发起新的进攻战役。那么部分地区始终保持压力，让俄军一直处在兵力和弹药的消耗状态，这就是一种牵制，可以让二线准备发起攻击的乌军在进攻中少一些阻力。所以给人明确的信号是，现在乌方的态度更加咄咄逼人，显得更有自信。与之对应，普京最近的讲话则是强调绝不投降，俄罗斯已经处于临界点。那么这36小时的休战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心态呢？反正据说双方一个是硬汉，一个是演员。